哎。向来不行不说。给我吧。算你小子有眼力劲。哎，去看看那个，真有意思哎。这儿有求签的，我们去求签吧。子不语怪力乱神。你都来名胜观了，还什么子不语怪力乱神？走走走。第24签，试试。我。又是第24签。不对不对不对，肯定是我没插好，再来一次。还是第24签，这。好啦，既然都是24签，那就去看看24签是什么吧。哎，那。24。前生俱是有缘分，即到今时运已该。这什么意思啊？哎，怎么这么大，连个解卦的人都没有啊？不对，这求的签肯定是不灵的。我觉得挺灵的呀。子不语怪力乱神。缘分，这不挺灵的吗？哎，锤锤，锤锤，你是不是主意于我？你别听他乱讲。哎呀，徐大哥，你在我心里确实跟其他人不一样，但那是因为你从来不会像六部其他人那样瞧不起女子办案。啊？你每次都很真心的帮我，所以在我心里早就把你当做亲大哥一样对待了。但只有敬重啊，绝对没有别的意思。哎呀，你看看，那就好，那就好啊。你看这样，如果你不嫌弃，愿意认我做个哥哥，那我真的满心欢喜。大哥。哎，好六妹。既然如此，我们今天就在名胜观殿前做个见证，从今往后，咱们就结为异姓兄妹。为兄把这令牌送给你，手持该令牌，可以号令所经之地的所有异良人。这可使不得，这是大哥你的异良帅令牌。你大哥能号令天下异良人，靠的可不是这块铁牌子。来，拿着。真不行，真不行！哎呀，没事，拿着。危难之时，或许可以保一命。那就多谢徐大哥了。哎，这就对喽。那我先告辞了。
六妹，徐帅你也看不上？云雀，你多跟陆锤锤学点好的吧。你好奇怪啊！白无常你看不上也就算了，徐帅侠肝义胆、热血豪气，不应该是所有女子梦中的英雄吗？怎么你也看不上？严星，你会不会是脑子有什么问题？你现在这个样子，怎么好像跟当初批判我不喜欢沈度的时候一模一样？难道你心仪徐帅？有问题吗？徐帅救过我的命，而且他好有男子气概，有疑虑就大大方方来问，光明磊落，半点拈酸猜忌都没有，不像有些没长嘴的男子，把好坏都憋在肚子里，感觉他随时要阴你似的。你这喜好变化的还挺快喽。总之啊，徐帅就是我丰神俊朗的如意郎君。还好这次你不跟我抢，我再也不用跟你分享同一个男人了。本来也不用分享。我决定了，什么？我要离开沈府。啊？那个阴晴不定的白无常我看够了，我要投奔义良帅，做一个行侠仗义的女义良人。好，我支持你。要是徐帅不收你，我就陪你在门口静坐。好姐妹。你们江郎行呢？哎呀，他太古板了，太无聊了，被我甩掉了。真的这么有味道？这比女蛇真是国色天香啊！好美呀！怎么这么多人啊？又不是正殿。六娘，陆书令使，你们怎么在这儿？阿潘，陆锤锤，你还有完没完了？你要找多少人来啊？我没叫他来啊。怎么了？我不该在这儿吗？这儿这么热闹，我可是潘池，凑热闹是我的天性。你们也是来看美女蛇的？美女蛇？美女蛇？阿潘，你没事吧？无妨，无妨。你别躲了，我都看到你了。夫人，我景林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自然是来替大哥领看护好夫人，免得有些人图谋不轨。你说谁呢你？你觉得我说谁，我说的就是谁。沈都让你来跟着我的，他没有什么事儿吧？有事，当然有事。夫人，您不在府的这些日子里，大哥令他每天是茶也不思，饭也不想，眼看着整个人都瘦了一整圈了。半天而已，就瘦了？不光是瘦，还憔悴了。大哥令他每天夜里都在呼喊着夫人的名字，像这样。六娘，你不要走，六娘。他真的这么说？没想到他如此离谱。啊，那既然如此，我便跟你回去吧，免得他落下什么病根还要赖我。六娘，你这就走了？沈度有伤在身，我得回去照料他。你个死心眼儿！行了行了，别管他了，总扫兴。
看美女蛇。美女蛇。哎，接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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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天哪，真的是美女蛇，好美啊！她放弃了得道升仙的机会，特地来人间，将修炼千年的仙丹分享于大家。仙丹，这仙丹名字叫仙姿丹，女子服用它后可使肌肤雪白、媚骨天成，未婚者可寻得佳婿，男子也可以来请一些回去送给自己心爱之人。美女蛇祝福天下的有情人恩爱长久，求美女蛇恩赐仙姿丹。诸位，这仙姿丹价值连城，数量有限，如有想求取者，可拿10斤来换取一瓶。肌肤雪白，这么贵？媚骨天成。哎，你说会不会是贵有贵的道理啊？是，走。好了好了，今日仙姿丹已抢空了啊，这就没了？我都来了3次了，还没抢到呢。如果大家想求取的话，3天后再来。改日再来吧。走。你今日感觉如何？伤口可有在疼？没有。你怎么看上去一脸沉闷的样子？什么？夫人怎么看上去喜上眉梢的？觅得好姻缘了？景灵不是说你……我看你也过得挺好的呀。是啊，夫人不在家，我乐得清闲，当然过得好了。哼。去见徐想人了？对啊，刚好碰上的，不行吗？刚好碰上。在求姻缘的明顺观，还把1梁帅的令牌给你了。徐大哥送我这个是表兄妹之意，你别乱想。我有什么好乱想的？是啊，你是没什么需要乱想的。哎，等你伤好之后，不如也去明神观拜一拜吧，很灵的，说不定还真能得偿所愿呢。我能有什么所愿啊？哭哭啼啼，吵什么吵？嬷嬷，我肚子真的好疼啊，我能下来一下吗？晚上就不应该给你吃东西，你给我慢点啊，别把那皮弄脏了。谢谢嬷嬷。小宝，出来一下，到门口给我守着去。好。故弄玄虚，什么修炼得道的美女蛇，明明是拐卖少女的人贩窝。姑娘，再会。你，我这浑身上下，怕也没有什么值钱之物，或许只有这个值些钱。送你吧，给你，你拿着吧。你怎么会有火鹅玉？你是火鹅门的人？这不是我的东西，我的东西在赣南道被拐之时全被收走了，这是骗我那人身上的。
这么说，你是在甘南道被拐卖的？那拐卖你的人，可是从香安去的？听他的口音，应该就是甘南道的人。火娥门在香安兴起，只用了短短一段时间，怎么这么快就传到甘南道了？不对，你是什么时候被拐卖的？具体也记不太清楚了，但怎么也有几个月了。姑娘，你可还记得回家的路？小爷我有办法，来往西域和金乌部。这样，你跟着我吧，我帮你去找前往西域的商部。真的吗？走吧。你真的能去上朝吗？你的伤口还没好，不宜乱动。上朝而已，又不是追凶击案。我若再不露面，多少人以为你要守寡了。那你小心。这些日子多。大哥领，大哥令，夫人，宫中传来口谕，说太皇太后召夫人入宫觐见。太皇太后，刑部书吏严信拜见太皇太后。这儿没外人，不用那么拘束。快起来吧。这次陈火娥一案审度有功，哀家还没有想好怎么赏赐他。你说说，这次哀家怎么赏他呀？雨露雷霆，皆是君恩。太皇太后赏或不赏，微臣夫妇都会感激涕零。哎呦，没有品阶，但官场上的客套话一套套都学会了。微臣惶恐。太皇太后，你又何必为难严淑丽呢？沈大阁领已经统领内卫府，又领了京畿护卫一职，左右是不能再给他升官了。倒不如给严淑丽赏些实惠的。你倒愿意护着她。婉儿只是觉得严淑丽立志做女官的样子，和微臣年少时很像，所以觉得投缘。既如此，那就擢升书吏严信为书令使。太皇太后，我本来也要参加今年的女官考核的，我想凭自己的本事考上刑部书令使。你自然是要凭自己的本事考核。6部女官考核凭能力晋升或贬职，太皇太后给你书令使的身份，是要给你更大的考验。你若以书吏身份参考，考不中仍是书吏，考中便是书令使。可你若以书令使的身份参考，便要有更大的风险，考不中，直接6部除名；可若考中了，便有机会擢升刑部令使。你敢不敢搏一把？严信必不辜负太皇太后和徐内司的信任。好，徐内司没有看错人。严书令使，那哀家就期待你的答卷喽。长乐曲由特仑苏冠名播出，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。
你和沈度真是伉俪情深，令人艳羡呢。其实他早就传信给我，让我一定对你多加照拂，生怕你在面见时紧张疏漏。他可能是怕我给神父丢脸吧？是吗？我可不这么认为。我跟他相识多年了，还从未见他对谁这么上心。许内斯，多谢你今日的维护，也多谢你告诉我这些，我很高兴。我也要多谢你的信任。当日，景林把陈火娥案的奏章给我的时候，我自然就明白你的意思。你我虽无太多往来，你却是把身家性命都托付于我了。我相信你，也相信沈度不会看错人的。但我觉得我夫人很好，就这个了，简单，适合你。虽然你心中还有放不下的人，但你也算诚心待我。既然3月之期未到，便好好珍惜这剩下的每一天吧。严采薇拜见殿下。行了，听闻严三娘、韩郎君好事将近，本宫特来庆贺。多谢殿下。谢本宫做什么？你自要嫁人，跟本宫有什么关系？你呀，心比天高。听说当初连沈大阁领都没看上，却可惜眼光真是不怎么好啊。今日你吃本宫一盏茶，本宫便祝你心想事成吧。到时候婚事办不成，可别说是本宫从中作梗。抱歉，没事吧？没事。六姑娘，六姑娘，家主让您赶紧回去一趟，三姑娘出事了。韩郎君，让我看看三姐。
这是什么？呀，这死亡比白日又见多了，你可要救救采薇呀！六娘，这白日里请了宫里面的太医前来看过，可看来看去也看不出什么病症来。你可否见过此等症状啊？我也看不出这是何病症。但看三姐这样，不像是生病了，倒像是中毒了。啊！中毒？哎呀，这是哪个爱钱刀的要害我女儿啊？啊！是永安公主。三娘今日去见了永安公主。你害我女儿还不够，你怎么又去招惹永安公主啊你？休要胡言！永安公主怎会下毒害三娘啊？六娘，你别瞎逞能，宫里的太医都来了，怎么就你看出来是中毒了？我只是觉得是中毒，但无法断定是何毒，更无法断定是何人所下。身上呈透明丝状物，仿佛蚕蛹。蚕蛹？难道是陈火娥？不可能，陈火娥已经就地伏法，我亲眼所见，她不可能再来下毒。我知道了，我去了趟内卫府，求警侍卫帮忙查了档案。火娥们从前作乱时，曾经有一种破茧成蝶的毒药。五哥，陈火娥已经伏法，火娥们是否还有残余信众可以找到？这便是救人的难处。陈火娥一死，火娥们就仿佛凭空消失了一般，再无半点音信。这内卫府的档案都没有线索，我们又上哪儿去查呢？难道去找永安公主？此事既是陈火娥下的毒，便休要再提永安公主之事。此事若是涉及永安公主，攀要皇亲国戚可不是小事。你们难道忘了进修坊灭族之事了？既然是火娥门的毒，恐怕倒真的未必是永安公主所为。颜星，你三姐怕是被你连累了。还是怨你！娘，韩郎君说的是，三姐此番恐怕真被我连累，让火娥门与你报复了。是我对不起三姐。你们放心，我就算拼了这条命，也会把三姐救回来。站住！你又要去找谁拼命啊？啊？你难道想让我再失去一个女儿吗？父亲，六娘，你也是我的女儿啊！父亲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小心的。我也一定会把三姐救回来。
破茧成蝶，破茧成蝶的解药配方到底在哪儿啊？阿娘，我今日没来看您，您是不是都生我气了？我其实也很想来看您的，只是我怕见到一个人。那个人平日里是个大魔头，人人闻之色变。但他扮成神秘人的时候，有趣又妥帖，仿佛跟他平日里完全是两个人。娘，你也见过他的，我当时还拿他当朋友呢。他的阿娘跟您大概也成为了好姐妹吧？阿娘，您也觉得他不像坏人的，对不对？那我到底该怎么办呢？你可以就把我当做神秘人，鬼面兄。你在啊？我一直在。来中城。我说过了，在此处，你可以继续把我当做鬼面兄，当做朋友。黑罗刹都需要朋友啊。或许可以试试。也是，白无常都可以讨老婆，那黑罗刹也自然是需要交朋友的嘛。哎，不过我跟我的朋友那是要平等交流的，而且我们要互相排忧解难，还要彼此分享秘密。那你不妨先分享，我听听看。分享秘密。我近日好像真的没什么秘密。哎，不过我的零花钱花完了，我去神府吃饭了，在吗？好，换我了。你真的有秘密要跟我分享？我知道你跟严杏是同僚姐妹，听说她的三姐中了火娥门的破茧成蝶之毒，而我
我刚巧不巧，有一张破茧成蝶的解药方子。你怎么会有解药方子？陈火娥被御茶司抓捕刑讯过2次，这事你应该知道。我便是在那时得到了这解药的方子。那你为什么要给我啊？方子我可以给你，但我有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不要说是我给的。啊？为什么？你都做了好人，那为什么不能说是你给的？你当然可以选择不信，严姓也可以选择不信。一来这方子本就未辨真假，万一解不了毒或是中毒更深，我可概不负责。二来，这方子中有一味药引，是世间难寻的镜像人心头血，能不能找到，就要看严三娘的造化了。六娘，喏，你看了一夜呀？锤锤，我今天没法陪你了，我再找一个可以救命的药方。六娘，你要不要看看这个？破茧成蝶的解药药方？你怎么知道我三姐中毒了？这药方你是从哪儿得来的？我一个朋友给的。朋友？你什么时候有了这么神通广大的朋友了？那个，哎呀，总之就是这个药方吧，好像是从御茶司流出来的，据说是审讯陈火娥时所得，但这药方也不知道是真的假的，我不知道有没有用。御茶司？陈火娥，制毒之人亦是解毒之人，那下毒之人又会是谁呢？你是怎么刚巧就得到这个药方的？哎呀，你就先别管这个药方了，我觉得要不你先去找个医馆去辨辨这个药方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，会不会有毒？而且它就算是真的，也需要用镜像人的心头血来做药引。可是这世上不是只有陈火娥一人是镜像人吗？而且他不是被你家白无常给斩了吗？是啊，陈火娥已死。如今世间，又哪里还有为人所知的镜像人呢？陈文师傅进山里辟谷了，归期未知，严书理你该知道啊。徐帅啊，别说你了，我这2日也没见到徐帅。请问您知道潘池去哪儿了吗？你找阿潘啊？他都走好几天了。听说好像跟着一个大美人去追那个西尘商队。哎，年轻人真是荒唐，荒唐啊！殿下，那严三娘她中毒了。严三娘中毒，听说还是解不了的剧毒。
本宫只是小惩大戒，在他的茶里边放了一些容易多思噩梦的药材而已。本宫都问过御医了，绝对无性命之忧。那想来，有人是想嫁祸给殿下。是啊，嫁祸。严三娘的命虽然不值一提，但是她爹严博士是张相的手下，她的妹妹严杏是沈度的妻子，她要是死了，本宫岂不是跟贤王一派，还有内卫府都结下梁子了？想必那下毒之人，定是存了此恶毒之心呐。给我打！